我们现在要进普陀山，今天我们现在在中土家间武功寺码头。等一下，我们即将搭船去普陀山。普陀山，我们来了。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。这是我们的船。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，这里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，被誉为海天佛国，海上有佛国，普陀皆灵光。我们将展开一段心灵之旅。早上从台中6点半出发，经过3种交通方式，飞机、巴士、渡轮，终于抵达了普陀山庄。这里是探索普陀山最佳的起点，也是我们在走累了之后最好的一个休憩、休闲之处。这个晚上的庭院，对啊，相当优雅，很美，对。这里一进来，一张大床，中规中矩，然后有一个桌子，有迎宾水果。在虫鸣鸟叫、佛教气息浓厚的普陀山庄休息了一夜，我们又精力满满的要开始探索普陀山，从这儿为基地出发。我们现在要去普济寺。普济寺是全岛最大的寺庙，也是最古老的寺庙。寺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，历代香火鼎盛，无论是信徒还是游客，几乎每个人都会来这里参拜祈福。这是我的进香团，是我们的国庆日、非假日，但是游客、香客还是鼎盛。这是普济寺有3个池塘，听到没有？梵音缭绕，佛教的音乐，让我们心灵启迪。边是给官员走，然后左边是给老百姓走。中间那一道没有啦，现在都没分。现在不用分的，大家都可以走。高耸苍天的樟树。普济寺东门入口。请把自己带的香暂时放在架子上，出去的时候带走。门口有赠送的香，自愿。主殿是供奉观世音菩萨，这一棵真的是这里真的是1000年的樟树。后面的殿是供奉释迦牟尼佛。可以擦就擦嘛。所以共产党来的时候就规定所有的人要还俗。这些老长老呢，大的住持，包括普陀山啦、九华山、五台山的庙，其他3大长老都躲进法莲洞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法华灵洞，这个洞穴小的让你只能够弯腰进入，但一旦进入之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有供奉着观世音菩萨。法华灵洞又称为妙善纪念堂，这个是震旦第一佛国从这儿转进来。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应该大概是9年前。龙宫法华灵洞就是从这儿上去。一行人带着虔诚的心来祈求，让他们的愿望都可以成真。大约爬了50公尺，终于看到了法华灵洞。这里是许多修行者青睐的清修之地。
更是我们觉得可以承诺我们愿望成真之地。前面就是大海了，听到了吗？海潮的声音。远眺大海，潮水声音。妙善纪念馆，在这里可以听到海潮的声音，就如同梵音缭绕，龙王的左右护法折射，沙滩拍那个涨潮的那个海。佛塔寺。听说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观世音菩萨，旁边就是索道的入口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，不像我上次来是过年的时候很凉快，全岛走片片。福聚海无量。宝佛讲寺位于佛顶山的脚下，为2011年开光仪式正式建成，是普陀山弘法与讲经的重要场所，被誉为普陀山第4大寺院。一个建立15年的，那你觉得你想要去看什么？古庙新庙各有千秋。爬了108阶，应该有。来到这儿。这是释迦牟尼佛，上面是藏经阁，如果是藏宝阁，这是18天。前面就是我要去爬的宝塔，左右两边是大象，里面是供奉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观世音菩萨，数不清是多少阶梯。但是天气热，对体力真是一大考验。万佛宝塔内部供奉上万尊观世音像，如同万佛共照人间。一口气爬上来，让我的心跳冲到160。宝塔远眺南海，大海开阔，让人心旷神怡，与宝陀讲寺遥遥相应。这里是普陀山最高的寺院。9年前，我们自诩脚力还行，是一路走上来的。这里就是当初老公约我要在佛顶山的大石头相见，结果我已经冲进去到彼岸去了。一路鸟鸣花香，可以听到梵音缭绕。这个就是佛顶山寺，进入佛顶山。现在我们要进去法雨寺，法雨寺依山而建，层层殿宇仿如宫殿一般。前楼所书写的“天花法雨”，这个就是法雨寺。九龙壁气势磅礴，传说这九龙壁仿自北京故宫的样式。法雨禅寺的建筑风格带有浓厚的明清皇家宫殿气息，正脊瘦瘦飞檐，雕梁画栋。从远处望去，整座寺院如同一座山中皇宫，故有皇家寺院之称。这里是不肯去观音，6点关门。下
相传这个是日本的僧人来这里请这尊观音像去东渡日本，可是因为观音不肯去，所以留在这儿，因而得名不肯去观音。不肯去观音面对南海，看着海潮，听着潮音，仿佛梵音缭绕。这里的建筑非常的古朴，香火缭绕，让人心生敬畏。我看是不肯去游客比较多吧。再来。我的进香团。我拄行过，因咧收今日订的物件，咧收起来。这是南海观音。南海观音。这尊高达33米的观音像，面朝大海。南海观音面对南海，守护大家。我们也在这里祈求。弄了成是个大字。庄严慈悲，我们也在这里潜心祈愿，希望获得守护与庇佑。这里看跟这里看不一样，是，感觉差很多。对啊，这里看更震撼。对啊，他说面高达33米。哦，对啊。33层楼。收拾好自己的上门了，大家东西收拾一下，往出。今天我们要去西天景区，是要从这条路上去。有个帅哥跟我们说，来去50分钟。这里的路有一点点微微上坡，虽然是马路，但是当地人跟我们讲说，没有车子可以到，一定要靠自己的脚力走到。没想到上西天也是这么的困难。跟踽踽独行，他就会带着我们上西天。看这有车子走来走去，为什么跟我们讲没有巴士可以到？刚刚走错路，我们又走下来。经过老和尚的指点，我们现在知道西天景区是从这儿去，它叫菩提路。看起来这是一条楼梯的路，就是他们说的不会有公交车上去。哎，总算人生总是有很多错误，当你尝试错误之后，走到正途，也不会是一个好方法。我们刚才在这里。西天景区就像我们去登山的道路一样。应该是像八仙山，刚开始的都是石头台阶。今天应该也是一场奋战，我已经开始汗流浃背，所以要上西天真的没那么容易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对，第一站来到新字石，它就是一个新的字。好，穿过
过这个新字石，我们继续往上走。愿我们所有都能够心想事成。也是正菩提道，里面是一线天，小小的。往这儿走，继续。圆通禅林，再继续走。二龟听法石、盘陀石、普济寺跟白沙滩往下走。就这个，我觉得是这个。这感觉是被劈开的。对，它就像一个船一样，所以叫扁舟。这个就是一叶扁舟石。再次摇一撮哦，耶！上西天，终于来到这个景点，可以看到大海。西天到了哦，来到了西天。西天到了，我记得我上次有在坐在那边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这一颗叫做盘陀石。真不知道这一颗大石头凭借着什么意志力，千年的阻力在这儿不会掉下来。回想来时路多么的困难，但是当你到达目的地之后，你就觉得有无限的成就感。这里也是一个禅院，西天景区。这个千辛万苦爬上来，要上西天，非常的困难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锻炼自己，让自己很容易就可以上西天。我买下这个小小的吊饰回家，中间的转经轮刻着阿弥陀佛是我的守护神，据说转一转就能将心愿传到菩萨的身边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握在掌心，心里默默念着对未来的祈求。福与富其实都是从一颗愿意感恩的心开始。一夜暴富，我们家没有。回望普陀山，逐渐消失在地平线。我知道我们要离开了。普陀山不仅是一处朝圣圣地，更是一方心灵净土。走过寺院和圣像，让人放下凡尘喧嚣，带走一份清净与祝福。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亲自来亲身体验这片海天佛国的庄严与美丽。